美股的 FMCC。说英文大家可能不了解，但是如果说它的中文名字，大家一定是众人皆知，房地美。房地美这只美股，其实在上一次美国经济危机当中是大放异彩。当然，这个大放异彩是要反着去理解的。最高是最高应该是在74美元左右最低跌到了 0.12 左右。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造成了次贷危机，进而影响到房地美的股价出现了崩塌式的下跌。在这一波下跌当中，也是让很多人是倾家荡产。那么这一次刚好也是我们一个会员约稿，想要看看目前的这支票从相对的低位已经开始启动向上，那么整体向上的空间有多大？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近期还有没有可以进场参与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是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我们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在你喜欢的视频底下去关注、订阅、点赞和分享那如果有其他看不懂的标的，大家也可以发给我然后约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在 QQ 上来约稿。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美股的房地美。那么我们还是要从它上市以来的整体大结构来梳理一下它的一个形态。之前第一轮的整体上涨其实是它本身是一个三波形态最低点是在3美元左右涨到了74美元。第一轮走势它整体来看是一个三波形态，可以看作它是一个 ABC。那之后从76美元再次下跌，跌到 0.12 附近，这一轮的下跌走势也是一个三波形态所以通过前期的两波上涨和下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它还是处于一个大区间的一个宽幅震荡，它并没有走出一个推动浪的一个结构形态一直是处于这个大结构的一个宽幅震荡。那所以此次从相对的低位开始向上，无论它是反弹也好，反转也好，整体的空间是有的那首先我们还是先要画一下黄金分割。通过这个黄金分割划分，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来看上方最近的这个压力，它是位于黄金分割 0.236 一线也就是 17.60 美元，是最近的一个压力。除了这个压力之外，更高的位置那是382 28.40， 但是目前暂时来说看不到我们整体还是要先分析一下从 0.128 开始的这一轮的反弹，它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除了刚才说 17.60， 那后期整体向上的位置，其他位置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左侧这样一个平台底部的位置是位于 11.90 此处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它也是从之前的这个支撑转变为一个压力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要分析的就是这一轮整体的上涨走势，反弹上行走势。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轮的一个走势，1、2、3、4、5，起手是走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那当前我们可以定义这波上行是一个 A 浪，之后从相对的高位，也就是大致是6美元左右，开始展开了一个2次向下的一个回撤调整。这个回撤调整它内部结构也是走出了一个次级别的一个 ABC 一个形态，那么整体把它看作是一个大 B 浪，那也就意味着第二次从这个相对的低点 B 浪结束点，大致是从 0.35 开始，它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C 浪当中0.35 开始进入到这个 C 浪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现在大致去数一下1、2、3、4、5、6、7，目前我们处出这个7波结构，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 C 浪的内部结构发展它是走出了一个延长浪的一个特征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它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运行幅度和空间。这里首先我们先要切换一下到周线图，既然是9波延长，那么当中它可能是次级别结构，它会选择合并那我们看更大周期来说的话这就是 C 浪1向下调整的 C 浪2，再次上涨的 C 浪3此处结束的这个 C 浪4，那目前可以说就是处于这个 C 浪5当中
当然这个 C 浪5的子浪内部结构子浪它依然会有一个划分，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子浪5。从周线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大 C 浪向上反弹的第五浪当中。如果继续细分，位于其中的5浪3啊 ，C 浪5-3也可以叫做 C 浪5-3，这是51，向下调整的52，当前所处的53啊，后期还有一个54，以及再次上涨的5浪5。当然，这个紫色段的第5子浪啊，第5浪 C 浪5内部结构有可能啊，或者说概率非常大，会发展出这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啊，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所以从当前的整体走势来看，目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C 浪5-3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用一下波浪尺来对比一下这个51和53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可以看到上方这个位于 10.50 附近，就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压力位。从当前的价格 9.20 来说的话，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啊，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预期这里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终结楔形。既然是终结楔形，按照常规来说的话，53的涨幅会小于51，55的涨幅会小于53，所以目前来看，整体向上短线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后期唯一存在的机会是，只有等待这个53运行完毕，出现这个54调整，我们可以参与最后这个55的再次上涨啊，这是一次从周线来看是一次波段机会。那么当前我们假设它是这一波53的上涨是在 10.50 附近结束，那么我们可以先预期画一下黄金分割。那后期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位置，重点是要关注 50日线啊，也就是在8美元左右，这里可能是下一次潜在的支撑位啊。如果回落到这个支撑位，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第一回落到目标价格区间，第二我们就要再看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第三才会考虑以多大仓位介入，防守放到哪里啊，第四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应该看到哪里。所以从短线的思路来说的话，目前已经冲起来了，那么建议暂时观望一下，后期想要参与这支票也是等待这个54的调整出现之后啊，那么届时我们知道一个准确的53的高点，拉取黄金分割能得到相对更准确的一个点位，因为50日线的这个黄金分割位置它是非常关键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通过这个波浪结构形态啊，对于这个美国著名的房地美公司的整体波浪结构的一个形态分析。那么这里也指出了，目前我们大结构是处于这个 C 浪24向上的反弹的一个 C 浪当中，继续细分位于其中的 C 浪5-3的一个后半程。短线介入的话，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整体来看，最好的参与机会是等待5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参与最后的这个5浪5的波段上行。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话题啊。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选择留言。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